身为推出最多代折叠机的三星，将迎来第8代 Fold 8机种。不过今年可能会推出2款大折，其中一款就是准备迎战 iPhone 折叠机的战斗机种，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三星从2019年的初代 Galaxy Fold 到现在，已经迈入第8年。在2025年推出的 Z Fold 7，因为机身变得超轻薄，加上更强大的 AI 功能，在各地都创下了折叠机销售纪录。另外，在2025年底也推出了他们首款的3折机 Galaxy Z Tri-Fold， 虽然价格非常昂贵，但是还是引发不少话题，甚至出现抢购。不过后来因为成本太高昂，在今年3月暂时停止生产哦。不过这些都比不上接下来要聊的八卦。如果没有太大意外，三星今年的大折策略将会很不一样。它会推出2款大折机，一款就是延续传统 Fold 样貌的 Fold 8，另外一款就是完全针对 iPhone 折叠机的 Fold 8 Wide。这款 Wide 机种设计理念跟传统 Fold 完全不同。它不是只是把手机打开变大，而是更像平板折起来带出门，是不是真的可以迎战 iPhone Fold 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八卦吧。Galaxy Z Fold 8 Wide， 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多了一个 Wide， 这个不是在讲冷笑话，而是它真的变成 Wide， 变宽了哦。为什么要推出宽版的大折机呢？除了要直球对决同样宽比例的 iPhone Fold 外，更重要的是解决传统 Fold 的不便之处。那传统的 Fold 到底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呢？像是外萤幕太过狭长了哦，那导致外萤幕在打字回讯息的时候就会很卡，因为键盘变得超小哦，这点就没有像是直立手机那样好操作。而内萤幕很接近正方形的比例，看影片的时候也没有真的变比较大哦，你上下都留了很多的黑边所以其实真的这个大萤幕对于观赏影音来讲，并没有太大的好处哦。那这次 Z Fold 8 Wide，机身往变矮变宽的方向走，展开之后呢，内萤幕比例就是平板常见的4:3，也就是说，三星不再把它当成一只打开会变大的手机而已，而是把它设计一台可以折起来带出门的平板。设计的比较宽，好处非常的直观哦。6.3寸16:10的外萤幕，操作上比较接近一般手机，要打字时也有更宽大的键盘可以用。那打开后7.8寸4:3的内萤幕，无论是左右分割画面、看影片、看文件，或是一边查资料一边回讯息，都会比传统 Fold 的萤幕利用率更高哦。就是我们看影片的时候，它黑边至少留的比较少。这样当然这样设计也不是完全没有代价。那机身一变宽，单手操作已经比标准版的 Fold 8更有难度。那这样的感觉就有点回到Note 时代，更方便用 S Pen 来操作。除了外观比例变化以外 ，Galaxy Z Fold 8 Wide 目前还有3个很值得注意的硬体升级方向。首先就是非常多新粉最爱的 S Pen， 我还是先抱怨一下，到底是谁把 Z Fold 7 S Pen 的功能砍掉，而且连 S Pen 好用的蓝牙功能也不加回来哦？真的很不懂消费者到底在想什么，对不对？好，抱怨完了，我们回到正题。传说 Z Fold 8 Wide 会把 S Pen 的功能加回来，而且非常有可能让 S Pen 收纳到机身中。听到这点，我真的非常的期待哦。如果 S Pen 无法收纳到机身中就会多了很多携带的困扰，要用的时候很有机会找不到或是忘记带。能收纳到机身中的 S Pen 才是真的 S Pen哦。那第二个就是无折痕技术，我想最近大家看到 OPPO Find N6 那个无感折痕的那一幕应该感觉到非常惊艳吧？我自己也是。那而且iPhone Fold 也传出要使用无折痕的内萤幕，所以三星应该也是时候把压箱宝拿出来了。现在传出的说法是，三星这次可能会透过双层 UTG 玻璃，加上雷射钻孔的金属支撑板结构，让折痕更无感。那这个技术其实已经在2026年的 CES 展出了，所以会用在 Fold 8系列上，应该是很合理啊。那最后就是异物侦测系统，这个功能到底是要干嘛呢？这功能就是在你折叠萤幕时，如果铰链区域或是内页有异物，手机就会主动提醒使用者。那这个功能真的超级重要，如果不小心夹入异物，那个很贵的内萤幕因此可能会受伤。所以这绝对是守护大家荷包最好的功能。
处理器部分会用上 Snapdragon 8 Elite Gen 5 for Galaxy， 这点没有什么可以好怀疑的一定是用上这一颗那电池部分传闻会提升到5000毫安时，而且有线充电会从25瓦提升到45瓦。虽然电池跟充电速度还是比不上其他的大折机，不过以三星来说，应该是算是非常大的突破了那厚度部分，目前消息展开大概落在 4.9mm， 折叠后大概是 9.8mm，也就是说它会比前一代 Fold 7厚一点。不过考量到它要兼顾更大的电池、更稳定的结构，甚至 S Pen。这样的厚度增加，其实我是可以接受啦，也不太意外。相机配置部分，目前有2种说法，一种是保留3镜头设计，配置2亿像素主镜头、3倍光学望远，还有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这个配置会比 Z Fold 7还要好一些。另外一种就比较遗憾了，只保留双镜头配置，镜头会跟 S25H 同样采用2亿像素主镜头，还有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在内页镜头部分，会跟 Z Fold 7一样，取消萤幕下镜头，改用那个挖孔的镜头。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萤幕下镜头，毕竟萤幕的显示完整度是我比较在意的如果把 Galaxy Z Fold 8 Wide 标准版 Galaxy Z Fold 8还有 Apple iPhone 的 Fold 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差异其实非常清楚标准版 Fold 8走的还是原本 Fold 系列的正统路线，它是给那些已经习惯 Fold 使用方式的人，一台平常像是手机需要打开变成大萤幕的旗舰所以它的重点是在延续性、熟悉感以及比较好的携带便利性至于 iPhone Fold， 目前传闻的方向其实是跟 Fold 8 Wide 非常的接近，传闻同样采用4:3的内萤幕，内页大概是 7.6 寸，外萤幕大概是 5.3 寸。整体的目标也是做出介于 iPhone 跟 iPad 之间的大画面体验。而且Apple 很可能会在 iOS 27里面加入专属的萤幕分割功能，左侧的导航列栏位让操作逻辑更接近 iPad mini。这就代表 Fold 8 Wide 跟 iPhone Fold 就是在同一条跑道上正面交锋。三星的优势在哪里呢？就是多代折叠机的经验累积Apple 当然就是生态圈的优势跟庞大的果粉，到底谁会拿下胜利呢？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Galaxy Z Fold 8 Wide 应该会在8月的 Samsung Galaxy Unpacked 的活动中去发表跟Galaxy Z Fold 8一起亮相。价格部分预估会落在$2000左右价格跟目前的 Galaxy Fold 系列差不多。目前还有消息传出三星已经给出首年至少100万台的 forecast。所以三星应该对这台新形态的大折很有信心，所以我们就一起等8月吧如果近一点还有更多消息，我也会再整理给大家咯。以上就是 Galaxy Z Fold 8 Wide 的八卦报道，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些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 Prep， 下次见咯，拜拜。